注意看，这个美女不小心游进了水母群，密密麻麻的水母让她无处躲避。很快，她就被蛰得遍体鳞伤。然而更糟糕的是，此时一只鲨鱼正向她缓缓逼近。这是2016年的惊悚灾难片《沙滩》。女人名叫南希，是一个冲浪爱好者。这天，她不远千里来到墨西哥的一处海滩，这里没有嘈杂的游客，海水清澈见底，巨大的海浪连绵起伏，是冲浪的绝佳圣地。南希迫不及待地脱掉外套，换上了冲浪服。她拿起冲浪板，径直滑向大海的深处。她十分享受大海带给她的每一次冲击，不停穿梭在汹涌的海浪之间。就在她趴在冲浪板上休息时，海底好像有什么东西朝她冲过来。原来是一只海豚。南希开心地追逐着海豚，她来到了一片海鸟成群的海面，海面上漂浮着一只巨大的鲸鱼。南希向前一看，一股难闻的腥臭味扑面来。南希知道鲸鱼的尸体会引来海里各种生物，于是她没有过多停留，抓紧时间朝着岸边划去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庞大的黑影隐约出现在海浪之中，然后一把撞翻了南希的冲浪板，南希也被卷入了海里。巨大的冲击将她的冲浪板甩飞，南希挣扎着浮出海面，快速朝冲浪板游去。可她刚摸到冲浪板，就被不明生物拖进了海底，海水瞬间被染成了红色。她顾不上疼痛，拼命地向下踹。她挣脱了不明生物，快速游出海面。她环顾四周，身边只有那具鲸鱼尸体浮在海面，于是她拼命向前。终于赶在最后一刻爬上了鲸鱼尸体，但他的右腿已经被严重咬伤，他赶忙用脚上的绳子进行简单的包扎。这时，南希看到沙滩上有一辆吉普车，他急忙起身大声呼救，可距离实在是太远了。南希开始奋力挥动双手，吉普车果然停了下来。本以为他们听到了求救声，可男人只是为了捡回掉落的物品。眼睁睁看着吉普车离开了沙滩，南希绝望地大声嘶吼。可还来不及伤心，鲸鱼尸体开始晃动起来。南希这时候才发现，原来海底那个不明生物是一只巨齿鲨。他知道鲨鱼很快就会再次发起攻击，他连忙观察四周，海面上有一个海上浮标，但是距离太远了。随后他看到不远处有一块露出水面的礁石，已经来不及过多思考，就在鲨鱼冲过来的一刹那，南希向前一跃跳进了海中，他用尽全身力气向礁石游去。终于成功爬上了礁石，他强忍着疼痛站起身，四周是深不见底的海水。此时的沙滩上空无一人，南希无力地躺在了礁石上。这时，一个海浪打在了他的腿上，伤口的刺痛瞬间被激发出来。南希摘下耳钉和项链，他必须缝合伤口。他一遍遍地安慰自己。Just gonna feel a little pressure, but I'm not gonna feel the stitches, okay? Okay? 凭借强大的求生力量，他终于缝上了伤口。他脱下身上泳衣，将腿包扎好，然后趴在礁石上睡着了。等他再次醒来时，已经到了深夜。此时海上寒风刺骨，南希将腿上的泳衣解开，披到了身上，可伤口立刻开始出血。南希只好把泳衣的一个袖子撕下来，用衣袖套住了受伤的腿。剧烈的疼痛让他昏了过去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一只小螃蟹钳住了他的伤口。看着手里的螃蟹，饿了一天的他忍不住塞进了嘴里，可他还是恶心的吐了出来。看着不远处的冲浪板，南希不知道鲨鱼还在不在，他决定下去试一试。他边游边向四下张望，眼看离冲浪板越来越近，突然，南希急忙掉头，他重新返回到礁石上。看来鲨鱼并没有就此罢休。就在这时，南希看到沙滩上躺着一个人，
他用尽全力大声呼喊。沙滩上的人听到了呼喊声，原来是一个醉汉。醉汉看到南希在向他招手，也礼貌地挥了挥手。南希想到醉汉可能没带手机，于是他提示在沙滩那边有自己的背包。醉汉看懂了手势，朝背包那走了过去，这让南希惊喜不已。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，醉汉找出手机后竟然揣进了裤兜里，随后他背上背包就走了。无论南希如何请求，醉汉都无动于衷。不仅如此，他临走时看到了海上的冲浪板，他立刻下海游了过去。南希大喊海里面有鲨鱼，可贪心的醉汉根本听不进去。没有任何意外，他最终丧命在鲨鱼的口中。天终于亮了，昨天那辆吉普车开了回来。南希被身边的海鸟吵醒，他隐约看到两个人正准备下海冲浪，他大声警告他们，可两个人在海里玩得正嗨。很快，他们也成了鲨鱼的盘中餐。其中的黑人小哥拼了命游过来，但最终还是硬生生的被拖进了海里，海水立刻被染成了暗红色。时间一点一点过去，眼看海水就要涨潮，鲨鱼好像认准了南希，在他周围不停地环游。南希开始计算鲨鱼环游一圈的时间，他需要拿到黑人小哥的头盔。趁鲨鱼游到了最远处，南希连忙朝着头盔游去，而此时鲨鱼也发现了他，全速朝他冲过来。好在身后的礁石卡住了鲨鱼，南希有惊无险地拿到了头盔。他用相机录制了一个求救视频，然后将头盔扔进大海。只有头盔被冲上岸，并且被人发现，他才有获救的可能，这也是现在唯一的希望。海水已经渐渐在淹没礁石，南希必须转移到海上那个浮标上，距离还是有点远，他不敢保证自己能先一步到达。可现在的情形已经让他别无选择。就在他准备殊死一搏时，海底突然浮现出成群的水母。南希忽然回想起鲨鱼曾被珊瑚给逼退。You didn't like that, because it stings like jellyfish. This is my head start. 他鼓足勇气游进了水母群中，虽然自己被蛰得疼痛难忍，但鲨鱼果然被挡在了外面。他找准时机，迅速游向浮标。此时鲨鱼也从另一边急速。南希又一次成功脱离了危险，他躲进了铁架里，暂时的安全让他昏昏欲睡。突然，他好像看见了什么，远处驶过了一艘轮船。南希开始四下寻找，他看到浮标上有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盒，他用力打开铁盒，里面竟然是一把信号枪。南希瞬间看到了希望，他赶忙捡起掉落的信号弹，对着轮船的方向发射信号，没想到竟然是一发臭弹。眼看轮船渐行渐远，南希不顾一切地捡回剩余的子弹。终于，一发红色信号弹直击长空，可此时的轮船也消失在了海平面，希望又一次破灭了。南希已经精疲力尽，鲨鱼此时也有些不耐烦了，对浮标发动了猛烈的进攻。南希爬到浮标顶上，对准突袭而来的鲨鱼发射了一发信号弹，信号弹瞬间在海上燃烧，鲨鱼被烧得直接跳出了海面。气急败坏的鲨鱼开始疯狂地攻击南希，竟然一口咬断了铁架，浮标的一根铁链脱落。南希赶忙躲进铁架里，鲨鱼从海底发起了死亡冲刺，然后张开血盆大口，对着铁架就是一顿疯咬。可鲨鱼的嘴不小心被铁钩给勾住，南希趁机从铁架里跳了出来，他拆掉腿上的止血带，缠到了摇摇欲坠的铁链上。断掉的铁链带着南希迅速沉下海底，鲨鱼见状在后面紧追不舍。就在最后时刻，南希突然一个转身，鲨鱼来不及躲闪，一头撞上了海底的铁条，直接被穿成了肉串。最后，一个男孩在海边拾到了头盔，他立刻找来了父亲，南希也被人从海里拖了上来。没给男人做人工呼吸的机会，南希从嘴里呛出一口海水，他终于死里逃生。影片最后，南希腿上的伤口已经愈合，
他带着家人再次来到这片海滩，毫不畏惧地继续他的冲浪生活。这就叫好了伤疤忘了疼。希望大家都能珍爱生命。你不能驾驭海，但你一定能控制浪。我是力哥，我们下期再见。